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这是电路原理第9讲，我们来讨论受控元，可以叫做 dependent element， 也可以叫 controlled element。这一讲所讲授的元件，它的特性与此前的电阻和独立元不一样，它的特性受到电路中其他的电压和电流的控制。这种元件很有趣，当然也相对比较复杂，但是需要指出的是，受控元是电路非常重要的元件。我们利用受控元可以实现很多奇妙的功能。首先，我们来介绍受控的电阻。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那就是开关。这个电路我们在第1讲里讲授过，那就是手电筒的照明电路。我们把它可以建模成这样的样子。我们讨论过，这个是电池的模型，这个是灯泡的模型，这个是导线的模型，这个是开关的模型。但是在此前的讨论里，我们并没有非常重点的来讨论开关。大家发现了吗？对于开关来讲，它实际上是一个3端元件。这是1端，这是2端，这是3端。开关要想闭合，必须把3端往下按；开关要想断开，必须把3端往上拉。所以呢，这个开关的状态受到3端的影响。那么3端的控制呢？如果说在实验室里是由我们用力来压或者拉的，它是一个力控的开关。这个3端我们叫做控制端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画一下理想开关的 UI 特性。所谓的理想开关是指的它闭合的时候是一条理想导线，它断开的时候是一个理想开路。我们先讨论断开的时候，大家回忆一下。开路的 UI 特性是什么？电流值为0，电压可以为任意值，因此就应该是这样一条线。那么开关闭合的时候呢？这就是一条理想的短路。那么理想的短路 UI 特性曲线是什么呢？电压永远为0，电流可以为任意值，因此是这样的。那我们这里问一个思考题：如果说这个开关是非理想的，那么它的 UI 特性曲线应该是怎样的呢？所谓的非理想，就是3端控制端打开的时候，中间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开路，而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电阻。那对于 UI 平面上来讲，什么样的特性曲线是一个比较大的电阻呢？tangent 阿尔法的值决定了阻值，所以大概应该是这样一条线。那么，什么叫闭合的时候的非理想开关呢？那指的是闭合的时候，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短路，而上面有一点点小小的导通电阻。所以呢，也是tangent阿尔法是阻值，所以是一条相对比较平，但是有一定斜率的线。tangent阿尔法值很小。好。这里我们给大家强调了关于建模的概念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讨论受控电阻的另一个例子，那就是 MOSFET。关于 MOSFET 呢，这是一个3端元件，它的全称是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管。这个名字看起来很唬人，但是呢，不要担心，我们会抽丝剥茧的一点一点的把它的特性全部展现给你，并且告诉你它是多么的有用。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一看 MOSFET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。它的3端分别是栅极，全称是 gate； 漏极，全称是 drain； 源极，全称是 source。除了刚才讲授的开关之外，这是我们正式见到的第一个电器的3端元件。当然了，它的工作要比开关复杂得多。我们呢，用一个非常简单的电路来对它进行仿真。我们把这个3端元件画成这样的样子，用它来类比刚才的开关。大家发现了吗？这一端可以类比为 D 端，这一端可以类比为 S 端，这一端控制端可以类比为 G 端。但是与刚才不一样的是，刚才我们开关的导通和闭合是需要用力的，用力向下是闭合，用力向上
是打开。但是等会儿的仿真我们就会发现，这里面从 D 到 S 之间是导通还是闭合，或者说它的阻值有多大，阻值的变化是受到 UGS 来控制的。那我们下面就开始进行仿真。好，我们已经在 Multisim 里搭了一个关于 MOSFET 的仿真电路。这里呢，我们选择了 MOSFET 的型号叫 2N7000。我们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从哪里选。这是3极管。然后呢 ，MOSFET 有很多种类型，我们选增强型 N 沟道，这里面就有 2N7000。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类型，我们只不过拿 2N7000来做一个例子来说明。我们把 G 和 S 之间接了一个电压源 ，D 和 S 之间也接了一个电压源。需要指出的是，这并不是一个标准的 MOSFET 的工作电路，我们只不过用这个电路来测量 MOSFET 的端口特性。在这一讲之后的关于仿真的介绍里，我们会给大家详细展示 MOSFET 的特性。那么在那里你会知道 G 端，也就是这里的一端与电路的其他部分是开路的，这里永远没有电流。这也类似于我们刚才说这一端是一个控制端的一个观点。那我们现在就想来看一看，在 V1 确定是5伏的情况下 ，UDS 和 IDS 是怎样的关系？为了实现这个目的，我们需要用参数扫描。大家看，我们让 V2， 就是这里面的 UDS， 从0伏开始起，变化到3伏，每300毫伏采一个点，总共采11个点。我们输出是负的 IV2。为什么是负的 IV2 呢？在 Multisim 的仿真里面，对于电源来讲，它缺省的电流是从正极流入的，所以我们为了知道 IDS， 我们就需要设置负的 IV2， 也就是说，我们让 Multisim 来显示从这儿流出来的电流。那么如何实现这个负的 IV2 呢？我们需要在这里加一个 AND expression， 所以在这里这个正负号都可以，乘号加减都可以加上。这个负的 IV2 就是这样实现的。我们来看一下仿真的结果。我们加上网格，大家看，这是几乎是0值，横轴是 UDS， 纵轴是 IDS。那么这是过原点的一条近似的直线。那么大家可以估一下这个电阻值大概是多少。UDS 大概是2伏的时候，IDS 大概是350毫安，大家可以自己估一下。那么为了验证它确实是一个受控电阻，我们现在把控制端的电压进行改变。记住，在 UGS 是5伏的时候 ，UDS 是2伏，对应着 IDS 是350毫安。我们现在把控制量改成10伏，再做一样的仿真，还是从0伏到3伏，输出还是负 IV2， 这就更倾向于一个线性的电阻了。但是你看，在 UDS 是2伏的时候，这时候输出大概变成了800毫安，这就验证了随着 UGS 的变化，在 D 和 S 之间这个阻值是变化的。我现在并不需要你告诉我阻值变化的数值是多少，我只需要你告诉我，随着 UGS 的增加，这 D 和 S 之间的电阻的阻值是增大了呢，还是减小了？